宇宙明明擁有一切，為什麼還要叫太空？宇宙真的很奇怪，它擁有萬億星辰、數不盡的星系，可以凝結時間的黑洞，還有那看不見的暗物質。明明一切物質都存在其中，可它的名字卻叫太空。我們稱它為空，並不是因為它什麼都没有，而是因為在這片看似充盈的宇宙中，真正的有幾乎被空所吞沒。讓我們先從最近的一顆恆星說起。地球距離比鄰星，也就是離我們最近的一顆恆星，大約是 4.24 光年。這聽起來似乎不算遠，但如果你以人類最快的飛行器帕克號太陽探測器的速度前進，它的速度高達每秒190公里，仍需要7000年才能飛到那裡。而在太陽系與比鄰星之間，沒有行星，沒有塵埃雲，沒有空氣，那是一片幾乎徹底的真空。在那樣的空間中，每立方厘米的體積裡，平均只有一個氢原子。要知道，在地球的大氣中，同樣體積裡有 2.5 乘以10的19次方個分子。這意味着星际空間比地球上的任何真空室還要空1000萬億倍。而根據美國国家射電天文台的數據，銀河系中2顆恆星之間的平均距離大約為5光年，即47萬億公里。而在這些恆星系之間，幾乎是空無一物。這就是宇宙的第一個空，恆星之間的空。如果我們再把視角拉遠，來到銀河系之外，我們的银河系是一座擁有約4000億顆恆星的龐大星系，直徑約為10萬光年。而距離我們最近的星系仙女座星系，它的直徑達到了22萬光年，兩者之間的距離約為254萬光年，大約2400億公里。這對於我們來說，完全是一個毫無概念的數字。這個距離幾乎可以放下17萬億個太陽，1800萬億個地球。這片距離之間沒有任何可見的恆星，也幾乎沒有塵埃與氣體。在如此巨大的間隙中，只漂浮着極其稀薄的氢氣。如果你站在2顆星系之間，只能看到2座巨大的星系漂浮在虛空之中，而在你上下左右的空間裡，全部是深不見底的黑暗。這就是第二重的空，星系之间的空。然而银河系並不孤單，它和仙女座星系、三角座星系等幾十個星系一起構成了本星系群，而本星系群又是室女座超星系團的一部分。再向外看，整個宇宙是由數以億計的星系群和超星系团組成的龐大網絡，科學家稱它為宇宙網格結構。這些星系群通過細長的宇宙絲狀體相連，但在它們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空洞，這些空洞的直徑可達數億光年，裡面幾乎沒有任何星系。比如波江座空洞，直徑超過10億光年，是已知宇宙中最巨大的空區之一。在那片空間裡，幾乎一個星系都找不到。而我們生活的本星系群也可能在一個名为 KBC 空洞的邊緣，它的直徑達到了驚人的20億光年，而在這些空洞裡幾乎空無一物。這就是宇宙最大的空，它並不是被真空充滿的空間，而是宇宙自身結構中的留白。天文學家統計過，整個宇宙中真正被恆星、行星和星系填充的體積，不到宇宙總體積的10億分之一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看到的宇宙幾乎全是空的。但這片空並非是絕對的虛無，宇宙中的暗物質和暗能量幾乎佔了整個宇宙的 95%， 真正的普通物質只佔僅僅 5%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能看到的一切星辰、星系、生命、地球，只屬於那 5%， 其餘 95% 存在於我們無法直接觀測的空裡。這片空並非真的空無，而是充滿了暗能量的張力。正是這種能量在推動宇宙的加速膨脹。宇宙的空不是無，宇宙的空是一股無形的力量。想象一下這個比例，恆星之間的距離以光年計算，星系之間的距離以100萬光年計算，超星系團之間的距離以1光年計算，空洞之間的距離已經無法用直覺理解。如果你現在向宇宙深處發出一道光，它或許要數百億年才能穿過一個空洞，到達下一片星系的邊緣。而在這段旅途中，它不會遇到行星、恆星，甚至一粒塵埃。它會孤獨地穿越永恆的黑暗，直到能量被宇宙膨脹慢慢稀釋，最終化為無聲的餘光。宇宙真的很奇怪，它擁有一切，卻叫太空。可正是因為那片空，孕育了星辰，誕生了生命，點亮了我們仰望的夜空。
宇宙的空不是缺乏，而是一種無限的容納。恆星在空中燃燒，星系在空中舞蹈，生命在空中思考。當你仰望夜空時，請記住，那不是空無，而是億萬年的存在在向你低語。我很空，可正是因為我的空，才能裝下你所看到的一切。